最近呢重启了非常多的企划，一个是我又开始实况了，耶！最近开始用了2个工具来规划我们的自媒体的工作排程。这是我们的婚礼喜饼。Hello， 大家欢迎回来。今天是个日常的一集，对，所以我今天目前有一些计划，但是还在想说能不能够顺利达成，因为今天工作的事情其实有点多，但没关系。在我们工作之前呢，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生活，因为我最近的生活算是有蛮巨大的改变，就是跟我前一阵子比起来，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是走一个比较悠哉的那种退休路线嘛，比较没做什么事情。我最近呢重启了非常多的企划，一个是我又开始实况了，耶！所以如果有想要看游戏实况或者是比较谈话性内容的大家呢，可以到我的主频道来去做一个观看，就是我本来的那个贝利梅的都是游戏精华跟游戏实况的主频道。所以就是基本上就会在那边开台，然后或者是跟大家聊聊天，想要聊天的话呢就可以来。然后开台时间呢，基本上我就会在开台的时候在 IG 上面通知大家，因为我目前还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很固定的开，就是我还在安排我的时间当中。所以就是大家以 IG 有发通知的时间为主，反正就是想看的话，最近呢会在主频道那边有实况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再来呢，我就是又开启了我 IG 的穿搭企划。如果大家有看我 IG 的话，应该知道就是我的 IG 其实有一个 hashtag 叫做没穿衣服，它主要就是分享我平常都穿什么啊，然后就是怎么样搭配。就是我外出的服装或者是之类的，然后之前其实没有很稳定的更新，我一直都很想要稳定的更新做这件事情，就是很想要有一个在 IG 上面打造一个个人风格的感觉。然后可是之前因为可能也思考上比较没有那么逻辑化，然后没那么习惯的固定出去拍摄图文。所以之前一直都没有固定更新，但是最近呢，我又找到了一些工具，然后可以帮助我的工作们可以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真的是2025才能办到的事情，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怎么做到的。所以总之呢，我就是又开始固定的在更新没穿衣服这个 hashtag 的系列。所以如果就是女生们有想要看的话呢，也可以去我的 IG 来去追踪，就是我就会固定的更新这样子。尽力的固定更新。最近呢重启的2件大事然后因为我实况
游戏实况会重启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台的时候，马上就有人敲碗说，希望还是可以看精华，因为可以跟实况的时间就是真的不一定搭得到，就是不一定可以跟上开实况的时间。那我也知道以前很多人都是以看精华为主，所以我们的精华也重新开始了，然后大概会在下礼拜的时候就陆续的更新我们实况的内容。然后这些东西呢，都会在主频道里面，大家就可以来去做观看，这样，噔噔，是不是听起来有一点可怕？因为就是其实好像突然，因为就是又回来开实况的关系，就有一点听起来好像非常忙碌。你看有游戏实况啊，然后有 IG 图文啊，然后又有实况精华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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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听起来好像很忙。我知道，我自己也觉得听起来很可怕。然后，但是我最近开始用了2个工具来规划我们的自媒体，这叫什么？自媒体的工作排程。我就觉得规划完之后，真的好像可以推荐给大家，我自己觉得蛮好用的。那当然，我是用我自己的自媒体的要做的工作来去做一些安排。那大家可能只能参考，因为我们的职业可能不一定一样。但是我觉得里面归纳的方式是很多元化的，就是如果大家看了之后有所吸收，可能可以转化成适合你工作的方法。所以我今天就要来推荐我最近是如何规划我的自媒体工作。有一个我觉得也算是我之前遇到困难的点，是我有选择困难症，就是通常你问我，尤其是像吃东西，通常你问我你要吃 A 还是吃 B， 我会说都可以，我就会说都可以的人。可是我是真的都可以，就是我就会觉得我今天做这个也可以啊，我吃这个也可以，我吃那个也可以。对我来说，就是要选一个东西会花我非常久的时间，然后加上我之前有看一本书，我忘记是哪一本了，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人的大脑从起床的开始的那一刻，就不断的在做选择，然后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它就会消耗你的能量，所以就是当你觉得特别累的那一天，可能就是因为你那天做了特别多的选择。例如说，我今天要从哪一件工作开始做，这个工作会比另外一个工作难吗？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要如何排序，然后怎样？还是我今天要干嘛？然后什么什么，在一连串选择的情境下来，就会搞得你整个身心都非常的疲乏。所以其实要让你自己变得比较有效率，跟心里比较不会那么累的方法，其实就是想办法固定你的行程。然后我们可以从固定的行程里面呢，找出一点点，每天可以有一点点不同的小变化，或者是每一个周期可以有一点点不同的小变化，这样就可以比较好的达成你的工作跟你生活还有身心灵的平衡。因为我之前到我自媒体生涯后期有点爆掉的原因，其实就是有一点当下我所能做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因为我是多平台经营的创作者，我 IG 也有经营，然后我 FB 也有经营，我 Twitch 也有经营，我 YouTube 也有经营，甚至 Twitter 还没变成 X 之前，我的 Twitter 也有10万追踪，就是我就是真的多平台就是都有在经营。所以在那个时候要选择做哪些事情，对我来说变成是一种很消耗的事，因为我就会觉得那我要做什么？例如说像开台，我要开在 Twitch 还是开在 YouTube， 这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艰难的选择。可是我在那个时候就一天就必须要做非常多这种很困难的选择性的问题，所以就还蛮消耗心力的。但是今年我们在有一集 vlog 上面有分享，最近就是还蛮依赖使用 ChatGPT 来整理我的工作。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工具协作平台，叫做 Milanote， 然后它其实已经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这个工具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但是台湾好像比较多人用 Notion， 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工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为天人，因为我觉得它的就是自由度啊，然后跟协作方面，然后都比 Notion 还要再开放很多。那当然它是2种不同的工具啊 ，Notion 比较有点是就是整理啊、表格化之类的，然后 Milanote 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做一些创意或者是企划执行，尤其是你有团队需要一起协作的时候，它的所有的整理方式都非常非常清楚。那以我现在来说呢，我会先使用
ChatGPT 如果我现在是从零开始的话，我会先使用 ChatGPT 来整理我的工作内容，因为像我们自媒体的工作就是有分很多面向嘛，例如说像拍片这种，然后或者是开实况、开直播这种。那另外一种类型可能就是后制、剪辑影片，再来呢可能就是拍照。我的话可能就还是有拍照之类的，所以呢我会先把我所有的工作内容直接弄成一个专案，然后放在 ChatGPT 上面，每一个专案都会有一个新的对话，然后它就会特别的针对某一个专案方向来去帮我做内容规划。这个专案的每一个对话都还是可以读取内容，所以例如说我的 YouTube 频道规划，然后跟我的 IG 内容规划，它其实是互通的，它会知道我 YouTube 在干嘛，同时也会知道我 IG 在干嘛，然后它就可以就是在你规划的时候呢，把所有的资料都记录起来。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你首先呢就可以把你整体的职业规划告诉 ChatGPT， 并把你的工作分成几个面向，直接在你的 ChatGPT 里面做一个规划的整理。等这一些区块你都区分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请它做一个整体职务规划的行程表。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猛的，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很难决定说我今天要干嘛，所以如果它根据你的工作，然后跟你做这个工作的消耗状况来去做一个行程表的话，那你的行程就会直接被决定好，然后固定下来。当然如果你有觉得不太适合你的地方，你还是可以去做修正，但是我觉得它就是直接帮你规划一个行程表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正是我需要的。然后礼拜一的几点我要干嘛，礼拜二的几点我要干嘛，并且适当的留下一些空档，可以让我处理一些比较紧急或者是当天的额外的事项。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非常非常方便。ChatGPT 帮我生成了我每天然后每个小时要干嘛之后呢，我就把它丢到 Milanote 里面。它有电脑版，有 iPad 版，然后有手机版。那手机版本呢是不能显示表格的，所以手机版你要去观看呢，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就是我朋友说，就是这就有一点在限制说，你只有在用电脑的时候才可以处理到这么细节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一些有强迫症必须要工作的人可以暂时的不要接触工作。他觉得这种方法也还蛮好，根据这个行程表，然后来去做我各个专案的资料夹的规划。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直接给大家看我的 Milanote 版面长怎样，就是我的版面里面就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规划的资料夹，例如说像我的 Instagram、我的 YouTube、我的游戏精华，然后或者是我的 Podcast， 这些呢都是我的支线。那我最主要呢就是在这个行程规划这边会有我周一是要干嘛，我要剪 Vlog，然后我需要怎么样，然后下面呢你也可以增加你的备注，就是你今天需要上传什么东西啊，然后需要跟助理讨论什么东西啊之类的。ChatGPT 其实是有把我这些很消耗能量的工作是分散开来的，我觉得就非常好，它就有点蛮完美的，就是把我这些工作就是很用适当的时间跟空间把它切割开来。然后除了可以直接用表格新增行事历之外，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直接在卡片上面贴上图片，然后并且让大家都可以直接看到，它是直接上传到这个空间哦。所以就是你的图就是上传之后，就是它就会在那边，它不会因为今天使用者观看的使用者换了之后那个图片就不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拍摄规划，例如我可能就是也会稍微规划一下每次拍摄发文的时间啊之类的，然后我一周是拍1天，然后但我1天呢就会把这一周所有该拍的素材拍完。例如说4月8号要拍什么，然后穿什么东西，然后参考图放在哪里，然后4月10号要上的内容，那可能也是在4月8号的时候拍，所以发文时间跟拍摄时间全部都会写起来。要穿的衣服跟要拍的风格大概会长怎样，也会直接放上。就我觉得就真的太方便了，而且它如果你要给别人看这个东西，你只要按上面的 share， 然后它就有2个选项，一个是你要邀请共同编辑者，还是你只要给他观看，他进来他也可以直接共同编辑。像我们有一个测试用的那个画面，然后它里面就是甚至还可以大家在里面留言，然后聊天，然后就可以做各式各样不同的
发想，你就可以指说哦这个表格，然后可能指向这个图，然后什么之类的，它就会让你的图示变得更加的清楚。然后那个聊天的功能，我也觉得超好，就是你是可以当下直接看到对方就是在打什么字，就也很好笑，所以就很适合就是大家来去做这个协作。然后我觉得这一整个流程真的太喜欢，然后我就立刻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们，就是可能推给莱拉啊，推给小旭啊，就是录 podcast 的伙伴，然后大家就全部都爱上，然后我们就直接全部付费，因为它月费其实也没有很贵。今天这个不是业配哦，真的没有业配，真的纯粹看了之后太喜欢，然后很想贴给你们，而且整理完了之后，你就会有一种哇天哪！整理好的感觉真的好有成就感，就是很喜欢那个表格很整齐。因为它如果没有付费的话呢，它是有卡片的素材上限，好像只能贴100张卡片吧，这样子，它是有素材上限的。但是你付费，就算是最便宜的月费，也是无上限，就是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所以我自己觉得算是非常的划算。我有一点算是在这个月内请了2个电子助理。一个是 ChatGPT， 因为我也付了月费，然后一个是这个 Milanote， 然后 Milanote 有点像是就是行政助理这样子帮你填表格，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试用看看。反正它一开始免费的时候有100个那个卡片，100个以内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试用看看，真的非常好用。然后等一下呢，我们要先来工作一下，然后工作结束之后呢，今天其实有点想要做一件事情。但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我等一下看一下我的时间，就是完成到最后到底是几点，就是适不适合我这么做。因为如果根本没有时间的话，那就算了。OK， 结果我完全来不及做我本来想做的计划。我本来想说要趁天气好，下午的时候去远一点的花市，然后买一些观叶植物。放在我书房的书柜，然后但是今天我直接被我的婚顾追杀，因为我的婚期目前是定在就是5月初的时候，然后所以现在就是离那个时间已经蛮接近，然后我可能就是有一些东西还没补完，所以他就天哪，刚刚就是一个被疯狂的追杀，所以刚刚就是在补婚礼进度的感觉，真的太崩溃了。我的花市之旅就留到下一次好了，就是下一次就完整的去逛一下花市，然后整理一下，就是一些植物，然后可以放到我的书房里。现在呢，我就是要来稍微休息片刻，然后做一些小零食来吃。这个呢是红牛寄给我的新口味。粉红色的包装，然后是无糖家族之一。想说今天很热，就顺便来用它做个饮料来喝喝看。然后我有准备一些东西，试喝时间。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喜欢喝酸，所以我就加了大量的柠檬汁，有一种在家里喝手摇的感觉。
一边吃一边看到了这个，想到了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我们的婚礼喜饼伴手礼的内容物。噔噔，因为我先生有特别喜欢一间甜点店，然后他在那个信义区有开一间小的下午茶店，然后他很常跟他们买点心，然后他也可以客制化礼盒，所以我们这一次婚礼呢，就跟这间雅迪来去客制化我们的喜饼礼盒。那我们的喜饼比较特别，就是没有分男女方，就是当伴手礼这样，只要有来我们婚礼的，我们就会送给大家就是这一盒喜饼。然后但是就是盒装当然不是这样啦，但我先生就是有他去试吃，完了之后呢，就觉得好像应该也要让我吃吃看，因为他去试吃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好没空，就没有去试吃，所以他就帮我带回来，有这几个种类，顺便来试吃时间。靠，这该不是手工蝴蝶饼吧？感觉超好吃。这个我很喜欢。真的非常好吃完全没有问题。我突然想到，是不是我们婚礼的迎宾饮料也可以请红牛来赞助啊？因为我们是有迎宾酒还是什么的，然后可以就是调一个特别的红牛饮料。我随便说说的啦，哇，这是什么？巧克力，就是外面是沾一层巧克力这是什么？巧克力。超级好吃，是，我们婚礼的喜饼要这么好吃吗？太好吃了吧！特别喜欢这个巧克力的。再来开第3个口味，这听起来好像就是这种蛮一般的西式的饼干。OK， 就是那种焦糖饼干的那种感觉。太爽了吧！这是什么下午？这2个是我觉得我可能比较不会喜欢的口味，我最后再吃。我先吃这个。天哪！我吃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但很好吃。有点像爆米花脆脆的感觉，爆米花脆片的感觉。我今天是怎样？我直接热量超标是不是？白巧克力坚果，我不喜欢白巧克力饼干之类的。好甜！这后面这3个我都觉得还好，前面这个我超级喜欢，尤其是蝴蝶饼。
好啦，但喜不喜欢也不重要，反正快婚礼了，应该也没时间什么大改，就这样吧。好吃，好喝，赞。好了，快乐的下午的时间就是过得特别快，我现在要赶快来继续去工作赶工了。今天有整理了一些小东西，希望大家喜欢。然后有试吃了一下有喜饼，就是到时候我们婚礼也会有婚礼影片啦，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今天就是非常日常，我就连妆都没化，因为我想说我根本不会出门，所以我就连妆都没化，直接录完这个影片。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的素颜。好了，那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OK，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大家按赞、订阅、留言。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另外呢，我再补充一下 Mila Note， 它可以直接把朋友设定好的白板页面，然后拉到你自己的白板里面，做一个快捷。就是虽然它是别人白板，但是你是可以把它制作成一个捷径，像那个档案一样，会有档案捷径，然后你放在桌面，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快速进入到那个档案。它也有捷径的做法，你可以把别人的白板，然后设成一个捷径，然后放在一个大白板里面，这样你就随时可以进入到各式各样的专案，你自己的专案也可以，你朋友的专案也可以，超级霹雳无敌方便。